Hello， 大家好，皆さんこんにちは。这次我们来到距离台湾非常近的石垣岛，虽然已经47个都道府县全自霸，却一直没有机会在石垣岛深度旅行看看。而这次我们安排了3天2夜，除了会走访石垣岛的一些景点之外，也会搭船去西表岛和竹富岛，一起来看看跳岛的石垣岛可以怎么玩吧。为什么我们这次会来石垣岛呢？想说台湾有开航石垣岛的渡轮，所以就来看看石垣岛有什么好玩的啊。这位先生已经全日本制霸大概2次又多一点的，但他还没有来过石垣岛，这是他第1次。但我也有来过呢，但是已经是很久很久以前的事情，而且当时只有去 Club Med。石垣岛的话 ，Club Med 很有名嘛，但是我们不会去 Club Med， 我们想要玩玩看它其他的地方。还有天气，好热。从大阪搭了2个小时的飞机，终于抵达石垣岛。其实再搭一下就可以到台湾，可见石垣岛跟台湾有多近。在机场附近租完车后，马上开始石垣岛观光行程。还有蛮久的。在前往市区之前，我们先来到石垣岛最北边的平久保崎灯塔附近走走。虽然说是个小景点，不过海景真的非常漂亮。这么近？对啊。我也要走很久了，误会他了。天气真好。我们现在就在石垣岛啊，台湾就在这里啊。主权纷争就是这个啊，尖閣諸島啊，钓鱼台。钓鱼台就在家啦。我们把它放大，看到这边有放大，太好了。它叫鱼钓岛，离冲绳。有一个冲绳的果汁喝看看，只有这里有。国外吧，喝一口看看。国外吧吗？好喝吗？不错啊。因为是搭1早的飞机，撑不到中午时间，肚子就已经超级饿。石垣岛的第1餐，我们来到当地非常有名的明石食堂。这里只有提供2种料理：八重山拉面和当地的 Soki Soba。面的分量有大、中、小可以选，但不管选哪个，五花肉都是固定大小的样子。带点筋又富含胶质的五花肉，入口即化，真的是超级好吃。卤汁的口味也带点甜，但和台湾的卤猪脚吃起来，口味上还是有一点点不一样。面条的部分有点像是台湾的黄面，带点嚼劲，和日本其他地方吃到的面体不大一样。好奇的话，一定要来这里吃看看哦。这个超好吃的。吃完午餐之后，我们来到川平湾走走。除了可以看到美丽的沙滩之外，这里也可以搭玻璃船。但因为套顶岛天气实在太热，冲绳限定冰淇淋 Blue Seal 更加吸引我们。非常推荐他们的红薯口味，不管是双淇淋或是冰淇淋都非常好吃哦。一个 Blue Seal。下了一阵太阳雨飘过来，顺便洗手。因为吃完手黏黏的，我们去海边看看。哇，这里好有 feel 哦！那个就是玻璃船，这边没有想要搭，还是来这边走走。
即使不搭玻璃船，沿着树荫步道还是可以欣賞川平湾的景色。公园附近也有很多有趣的纪念品可以逛逛哦。これおもろいやん。ハブ酒。ハブ。ハブ。哇。OK。我们现在来饭店了，因为明天早上要搭船，是不是在这边搭？对。是不是 terminal？ 对。terminal 在这边，所以我们今天选在这边 third。由于我们第二天的行程是搭船跳岛，第一天选择住在渡轮站旁的 Third 石原岛饭店。Third 石原岛饭店是在2020年新开幕的饭店，也是石原岛上第一间全包式饭店。虽然很想体验它的全包式服务，但因为更想要品尝当地特色料理，再加上隔天要早离开，所以这次只有选择单纯住宿的方案。以前 Okinawa 的这种桌游好多桌游。房间虽然是最基本的房型，但空间很宽敞，厕所和淋浴间也是分开独立设计。如果预算够的话，可以直上套房房型，有非常漂亮的浴缸和景色哦。这边是有一点点那个啦，对啦，蛮不好看，关起来。是一个很类似，但不是的一个吹风机，没有用过耶，看起来蛮不错的。它这边有个小欢喜有附 OK， 简单的房间开箱。稍微在房间休息一下之后，来到石原岛的闹区 Yukurena Mall 和公社市场走走。虽然说是闹区，但就是一条短短的商店街，主要贩卖各种的伴手礼还有手工艺品为主。明天要去看的。第一天的晚餐非常的碰运气，因为其实我们没有预约到座位。预约电话完全打不进去，只好趁着营业时间去现场排队看看有没有空位。非常幸运的让我们赌对，终于可以吃到这间石原岛最有名的餐厅Hitoshi石敢当店。这间店主要卖的是石原岛和冲绳的特色料理，料理种类非常多，但最推荐的就是它招牌生鱼片，分量超大，种类超多，而且超级好吃。墨鱼炒饭是一个还蛮有冲突感的料理。墨鱼通常给人意大利料理的感觉，但拿来炒饭却意外的非常搭，真的是全新的感受，非常好吃。另外，山苦瓜炒蛋也很推荐，很适合在夏天吃，跟啤酒是绝配，非常的清爽舒服。你直接捧起来。实在是很幸运，我们当天可以吃到，只能说 Hitoshi 石敢当店真的是非常非常的美味。有来石原岛的话，千万不要错过哦。第二天，我们报名了八重山诸岛的跳岛行程，会从石原岛的渡轮站出发，并前往西表岛、游步岛和竹富岛。行程上算是半自由行，有团体时间，也有自由时间。除了来回船票之外，也有包含午餐在内，算是非常方便的行程。今天我们去3个岛，我们现在石原岛，然后我们搭船先去西表岛，然后去西表岛主要有2个目的，一个就是要搭这个中间船游览 boat，
然后搭完红树林的船后，会去那个游步岛去吃饭，然后去看植物园。然后比较特别的是会搭这个游步岛的水牛车。水牛车。然后去完游步岛以后，就会去竹阜岛。然后就竹阜岛就是自由之间。现在是在西表岛，然后我们有贴这个贴纸，就是我们参加这个团。然后虽然它是团没错，但是还是会有一些是自由时间这样子。那我们现在先看这个贴纸，要去集合，我们要改搭这次像这样子的船去看红树林。从石垣岛搭了45分钟的船，第一站我们抵达的是西表岛。西表岛的面积其实比石垣岛还要再大一点点，但岛上有超过90%都是自然森林。最著名的就是这里有全日本最大的红树林，也是来到西表岛最经典的行程。好棒啊！来这边。巨大的红树林真的是非常的壮观，加上我们当天的天气非常的好，蓝天白云都倒映在河面上，非常的漂亮。1个小时的红树林流域导览其实非常的有趣，可以近距离看着不同的植物，一边听着业者的各种介绍，非常的充实。当天还有看到比拳头大的喇啊，还有看到水笔仔本人，算是蛮有趣的行程哦。红树林导览完后，我们搭着巴士来到北边的游步岛入口。游步岛是位在西表岛东岸一座面积非常小的岛，不把地图放大看，还稍微有点难注意到。整座岛都是亚热带植物乐园，而要前往游步岛唯一的方式就是搭水牛车。哦，牛牛，好多牛牛哦！牛哥，よろしくお願いします。原本以为一台水牛车顶多只能坐5个人左右，却没想到可以搭10个人。一整排水牛准备好要上班的样子，真的是非常可爱。这些水牛都有名字，我们这天搭到的是一郎君。虽然一郎君在开始上班后，马上就大了健康的大便，但还是非常努力的拉着我们前往游步岛。短短500公尺左右的距离，搭水牛车大概需要7到8分钟。中途水牛车的渡船人也会弹3味线一起唱歌，对牛弹琴的样子真的是非常可爱。上岛后就是包含午餐在内的自由时间。游步岛上基本上就是一座亚热带植物园，除了餐厅之外，就是欣赏各种植物。
之杯，牛之杯，大五郎，大五郎之杯啊，原来是这样子。シソの大五郎，洗手呢，优米的。シソの大五郎。记得这边跟牛牛拍照。这个的话是免费的，然后另外的话就是要钱的，比较大张。然后你在拍的时候是不可以拿自己的相机啊、摄影机啊什么的，就只能用他们的相机。但是他会送你一张小的啦，就还不错。原本以为岛上的午餐会很普通，但没想到意外的蛮好吃，有很多当地料理，特别是炸红薯天妇罗，非常推荐，非常好吃。距离中午的集合时间还有大概1个小时，所以吃完饭之后再慢慢在这边走一下，其实是时间蛮充裕的。侏罗纪公园，噔噔噔噔，完全唱错，那个是哈利波特吧？是吗？那侏罗纪公园怎么唱？不知道。噔噔噔噔，而且好漂亮哦，这很凉哎。这里就比刚刚凉很多，有树荫还是好很多。哇，这棵大榕树吗？不是，这是什么？哈朱马鲁苦啊，好漂亮，美翻呢。这个是地震后经过9年漂流到西表岛这边的。无尽都是是那种日本 YouTube 最喜欢拍的无人岛，那个啦。再次搭上水牛车回到西表岛后，直接来到码头，前往最后一个目的地竹富岛。我说他这样一个套装行程，一个人13200，然后就包一餐，然后船，还有红树林游览，还有水牛车。然后我刚才算了一下，如果是单个别自己参加的话，大概也要12000块左右。但是12000块是没有包含那个你在西表岛上的那个交通，可能是你自己用的话这边比较贵这样。1.1公里，1.1公里，加油！西栈桥很漂亮的，那一侧的云是现在是有蓝天的，游客是少很多的，外国游客少很多的。会吗？比起来少很多。很多台湾人跟香港人啊，还是有，但是整体的比例啊。我觉得现在，譬如说新斋桥或难保，根本就是100%吧，会不？哦，500公尺，哦哟，过半了。哇，终于走到了。啊，还好，有一点点蓝天空，哦，人很多。竹富岛最著名的就是纯白的沙滩和保有传统冲绳琉球的聚落。岛上最多人打卡的景点应该就是西栈桥。虽然这天云有点多，但景色真的是蛮美的。蛮推荐可以在岛上租脚踏车，毕竟打卡景点、码头和聚落之间都稍微有点距离。竹富岛上的行程很简单，享受一下小岛上的慵懒气氛，真的是非常舒服。不过小岛上很多商店都只有收现金，要稍微注意一下咯。现
嘎子，苦嘎子是吗？呼吸。等一下空气看起来。吃烧肉10元牛，石原岛的最后一晚，当然要来吃看看大名鼎鼎的石原牛。事先就预约了岛上最有名的烧肉店——炭火烧肉 Yamamoto。餐点选择蛮丰富的，除了有各种牛肉部位以外，还有各种小菜和一品料理。牛舌本身虽然不是厚切，但有一定的厚薄度，而且肉汁非常的多，每咬一口都可以感受到肉汁在嘴中喷出来。五花肉和三层肉也有不错的口感和肉汁，油花分布非常的漂亮，但不会让人感到很油腻。一口烧肉，一口白饭，真是非常棒的搭配。另外不吃牛的话，也可以试试看他们的松板猪，弹牙的口感，包着生菜，沾着味噌，真的超级搭。9360，对吧？这样吃9360算是一个中偏上的价位。我们吃5道。第二天晚上，我们换另外一间饭店入住。它虽然是一间类似商务旅馆，且有点远离市区的饭店，但因为它的早餐非常丰盛，所以让我们决定来体验看看。最后一天的早餐果然没有让我们失望，小而精致的餐厅自助吧充满了各种料理，餐点大多都是冲绳和石原岛的特色料理，有石原牛、海鲜冻、猪五花控吧，还有 Blue Seal， 是来到这边入住非常值得体验看看的早餐哦。3天2夜的石原岛小旅行，一个瞬间就结束了。多数人想到石原岛，都会想要安排入住海岛度假村，尽情耍废放松。但除了度假村之外，石原岛和周边的八重山诸岛也有很多有趣的行程可以走走哦。预计今年9月就要开始台湾和石原岛的直航渡轮，加上渡轮站又离石原岛市区比较近，是个不错的机会来石原岛玩看看哦。希望这支影片可以给要来石原岛的朋友们当做参考咯。那么这支影片就先到这边，拜拜。第9。